欢迎收听《茶学笔记》第1季第8集。普洱茶发霉等于喝毒药，科学实证破解黄曲毒素世纪迷思。这几天我们收到一位茶友非常担心的私讯，他说网络上一直有传言说普洱茶发酵无可避免会发霉。这个传言其实在茶友圈流传蛮久的。对啊，而且里面还说暗藏会致癌的黄曲毒素，喝普洱茶等于在喝毒药。加上网络上常有人引用早年某些市场的抽检，宣称普洱茶100%检出黄曲毒素，这真的让很多爱喝茶的朋友吓了一大跳。难道我们每天喝的茶真的是香干的毒药吗？老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这是一个把特例放大成通例，又把正常发酵和食物腐败完全混在一起的迷思。我们直接让数据来说话。根据发表在国际期刊《国际食品微生物学杂志》，也就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的一份研究指出，所以是有科学验证来背书的。没错，研究团队在茶行抽验了36款普洱茶样本，结果显示，大家最担心的黄曲毒素 aflatoxin 以及福马毒素 fumonisin， 在这批36款样本里的检出率都是0%。这至少代表一件事：市售普洱并不是必然都带有这2类大家最担心的真菌毒素。哇，检出率是0%，听起来真的让人安心多了。但是老师，这代表普洱茶就绝对100%完美无毒吗？我们看科学绝对不神化普洱茶。同一份研究也诚实的看到，有少数样本大约11.1%验出了另一种微量毒素，也就是赭曲毒素 A，ochratoxin A。简称 OTA。所以还是有潜在的风险存在。对，这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如果仓储或处理不当，茶叶确实可能出现其他真菌毒素的风险。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茶叶本身没有错，重点在仓储和品质。就好像，如果有不肖商人卖了发霉坏料的萝卜干，客人吃了拉肚子，我们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叫大家从此都不准吃萝卜干，对吧？错的是糟糕的保存环境，而不是萝卜本身。那前面说网络上流传100%检出黄曲毒素的抽验，难道也是因为仓储的问题吗？这个萝卜的比喻非常精准。没错，那些宣称100%检出的市场资料，可能偏向或集中在那些价格极度低廉、肉眼可见霉斑的裂片湿汤茶样本上。如果把这种极端结果直接外推到所有普洱，就会严重失真。所以其实是取样上有很大的偏差。正是如此。更有趣的是，有研究在体外培养基模型中观察到，普洱茶的水萃取物对黄曲霉菌产毒可能还有抑制效果。根据另一篇国际期刊《应用微生物学快报》，也就是 Letters in Applied Microbiology 的研究指出，科学家把普洱茶的水萃取物加到培养基里，结果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吗？他们发现茶汤里的物质可以让黄曲霉菌负责产毒的关键基因下调到无法检测的水平，这代表茶叶里的茶多酚 T polyphenols 确实有主动压制坏菌产毒的潜力。天哪，茶叶竟然自带防护罩！确实是有这个潜力。但这绝对不是说你把茶当成垃圾一样随便丢在潮湿的烂仓库里也会没事。这就像我们台湾人最懂的老菜谱，也就是台湾黑金。真正的好东西需要新鲜的白萝卜花上10几20年，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慢慢陈化，才会变成昂贵的黑金。大家也都知道普洱茶是越陈越香，越老越贵。但有些不肖商人为了赚取暴利，就把便宜的新茶快速做老做旧，假冒成昂贵的老茶来卖。这是不是像有些不肖商人为了让新的萝卜干马上变成黑色的高价老菜谱，直接把它泡进化学染剂或是大量低劣酱油，把只腌了短短几年的新菜谱直接染黑，强行做出老菜谱的颜色？没错，这种作假的手法本质是一样的。只是普洱茶不是用酱油染，而是用极端的高温高湿去焖黑它。为了在几个月内强行逼出老茶那种深黑的颜色与汤色，他们刻意把茶叶焖在极度潮湿、高温且不通风的地下室，甚至直接泼水。哇，直接泼水也太可怕了吧！这种环境一旦恶劣到超出极限，茶叶天然的防护配方也会崩溃，迎来的不是变老变香，而是发霉腐败，毒素风险自然就会直线上升。了解，所以我整理一下老师的重点。普洱茶本身不是天生就危险，甚至还自带防护潜力。
真正可怕的是，商人为了快速做老做旧，硬把它丢进极端闷热潮湿的恶劣环境里，最后反而摧毁了茶叶，导致裂变和发霉，对吗？也就是说，就算茶叶本质再好，我们也不能用极端的方式去搞它。那老师，如果不小心买到这种有霉味的做旧湿仓茶，拿去通风退仓，或是用100度的沸水多洗几次茶，是不是就能把毒素煮掉变安全呢？千万不要抱这种侥幸心态。黄曲毒素阿法周性相当耐热，一般冲泡的沸水不能指望把它煮掉，所以真正该做的是从源头避免让污染和裂变发生。哇，今天真的学到太多了。老师最后有没有具体的建议给听众朋友？大家也很关心，如果买了干净的好茶回家，我们自己应该要怎么保存才对呢？最具体的建议就是果断避开价格异常低廉、闻起来有刺鼻地下室霉味或酸馊味的裂变湿仓茶。只要找信任的专业茶商，选择存放在干净仓储的茶品。至于买回家后的保存，其实非常简单，记住3个关键。哪3个关键呢？避光、通风、防异味。千万不要把普洱茶放进冰箱，也不要放在充满油烟的厨房或有芳香剂的柜子里。在我们台湾比较潮湿的环境，最好的做法是把茶放在无异味的纸盒或陶瓮里，就是放在家里阴凉、人觉得舒服的空间，对吧？完全正确。而且记得稍微垫高，不要直接贴着墙壁或放在地上，避免吸收到地面的水汽。只要保存环境对了，并用沸水确实冲泡，就能安心享受普洱茶的风味。把含糖饮料换成无糖茶，日常也会更轻松，减轻身体的负担。买茶找信任商家，挑选干净仓储的茶，自己在家也要注意防潮通风，不迷信也不恐慌。把含糖饮料换成无糖茶，这才是最科学的品茶态度。我们今天深入探讨了关于普洱茶的科学实证，最后也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是的，大家可以想想，你们生活中还有哪些发酵食品，是不是也曾因为保存不当而被误会成毒药了呢？大家可以带着今天的科学逻辑，重新检视家里储藏柜的食物哦。茶学笔记第1季第8集就到这边，感谢老师精彩解密，我们下次见喽！谢谢。穿透书籍迷雾，品味健康深度，不再听信模糊的口传，用科学数据专于间的研究，让茶学必经为你导读，与我一起科学饮茶，温暖你的心。穿透书籍迷雾，品味健康深度。